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人死后根本就没有灵魂，那我们每逢初一、15烧香拜佛，清明节扫墓祭祖，到底是在拜谁？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荒谬？我们大半辈子都在为了家庭操劳，受了委屈也只能往肚子里吞，总想着这辈子多积点德，下辈子能投个好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都觉得有个像换衣服一样投胎的我，但如果佛陀明确告诉你，那个恒常不变的灵魂根本不存在，你在死后的那一刻就彻底散了，那你这几十年来吃的苦、受的罪，难道通通都发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路人，全都成了一场空吗？今天请先放下你心里所有的预设，我将带你揭开一个隐藏了几千年，甚至会彻底颠覆你生命认知的宇宙真相。看完今天的内容，你不仅能解开没有灵魂究竟，谁在轮回的千古之谜，更会获得一把钥匙，彻底放下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牵挂与操烦，找回久违的内心平静。佛陀曾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在他的教导里，他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一个永远不变的灵魂在搬家。那么，那个连接前世与今生、地狱与天堂的神秘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身体只是一个躯壳，里面住着一个永远不会变的主人。想想我们平时的烦恼，我们为儿女操碎了心，为身体的病痛担忧，为别人的一句闲言闲语生闷气，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我们牢牢抓着一个我。我们害怕这个我受委屈，害怕这个我吃亏，更害怕这个我终有一天会消失。但如果你翻开最原始的佛学经典，你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佛陀彻底否定了这种灵魂的观念。他提出了一个足以让当时所有聪明人都感到困惑的概念，叫做无我。佛陀明确地指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没有一个是永远不变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巨大矛盾。如果我在这一秒和下一秒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根本没有一个核心的灵魂存在，那么究竟是谁在承受那些因果报应？是谁在六道当中流转？如果做坏事的是甲，投胎受苦的却是乙，那因果报应还有什么公平可言？这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更是佛法中最深奥、最难以体会的道理。佛陀所说的无我，并不是说你现在坐在这里呼吸着、思考着的这个状态是假的，而是指在这些不断流动的心念背后，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像钻石一样永远独立、绝对不会改变的实体。当时的人们也和我们一样害怕，他们质问佛陀，如果主张无我，那人死后不就什么都没了？这不就是断灭论吗？人死如灯灭，什么都不剩，那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做善事还有什么用？面对这样两极化的陷阱，佛陀却用了一种极高明的智慧，轻轻避开了。他告诉我们，生命既不是永远存在的，也不是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既不是有一个灵魂在搬家，也不是死后就灰飞烟灭，这中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微妙的相续状态。而解开这个轮回之谜的钥匙，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为了让你更好理解这件事，我们来说个故事。想象一下，在我们常去的那间老庙里，有一位修行很深、面容慈祥的老和尚。有一天，一位常常来拜拜的老信徒骑着他那台去了好几趟菜市场，车篮里还装着青菜的破旧老脚踏车，来到庙里找老和尚泡茶。老信徒喝了一口热茶，忍不住问了心里憋了很久的疑问：师父啊，您常说无我，说人没有灵魂，
那如果是这样，我每天辛辛苦苦念佛，做善事，到底是谁在积功德？如果根本没有我，那现在坐在这里跟您喝茶的人，难道是一场空吗？老和尚听了，没有生气，只是笑着指了指停在庙门口的那台脚踏车，轻声地问：老菩萨，你今天骑来的这台脚踏车好骑吗？老信徒拍拍胸脯，很得意地说：当然好骑，这台车跟我10几年了，虽然旧了点，但我都有在上游保养。老和尚点点头，接着问：那我问你，如果把2个轮子拆下来，那2个轮子能叫脚踏车吗？老信徒愣了一下，说：不行啊，那就是2个轮子而已。老和尚又问：那如果把手、坐垫、链条通通拆下来，散了一地，这堆零件里哪一个才是脚踏车？老信徒抓抓头，有点不耐烦地说：师父，您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把它们全拆了，哪里还有什么脚踏车？脚踏车就是这些东西全凑在一起才能骑的嘛。老和尚拍了拍手，笑着说：这就对了，脚踏车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方便我们称呼的假名，离开了轮子、把手、坐垫，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叫做脚踏车的实体。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老和尚看着信徒的眼睛，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这个我，其实就像那台脚踏车，它只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念头在因缘凑合下暂时组装起来的一个现象，这其中根本找不到一个永远不变的我，更没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主人住在里面。老信徒听了，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还是转不过弯来，反驳说：师父，就算我像脚踏车，只是一堆零件凑起来的，可是我昨天来庙里拜拜，今天又来跟您喝茶，如果没有一个灵魂串着，那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难道完全没关系吗？如果没关系，那我年轻时做错事，老了为什么还要有报应？这不合理啊！老和尚站起身，慢慢走到神明桌前，桌上正点着一炷从早上就开始燃烧的香。老和尚指着那炷香问老信徒：你看这炷香，它从早上燃烧到现在，快晚上了。请问，现在的火光跟早上的火光是同一个火光吗？老信徒仔细看了一会儿，谨慎地回答：不是，早上的香灰早就掉下来了，现在烧的是下面的香，火已经不是早上的火了。老和尚点头：那你觉得现在的火跟早上的火完全没有关系吗？老信徒摇摇头：也不是，如果早上没点火，现在也不会继续烧啊，它是一直传下来的。老和尚双手合十，温和地说：阿弥陀佛，生命就像这炷香的火光，它是一个不断燃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会变的实体。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就像早上的火跟晚上的火。你身体的细胞每一秒都在生老病死，你的念头每一秒都在改变。你早就不是过去的你了，但是你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说过的话、动过的念头，就像那股燃烧的热量，一点一滴都没有白费，全部顺着因缘，清清楚楚地传递到了现在的这个你身上。老信徒听到这里，虽然心里有了一点底，但眉头还是没有完全松开。他端起冷掉的茶喝了一口，叹了口气说：师父，您说的火光我好像听懂了，可是回到家我还是会操烦啊。我烦恼小孙子读书不专心，烦恼儿子工作太累，烦恼自己膝盖一天比一天痛。如果真的没有一个我，那现在这个整天牵肠挂肚，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到底是谁？这份操烦
总不是假的吧？老和尚听了，笑着摇摇头，又替他斟了一杯热茶。老和尚指着茶杯里载浮载沉的茶叶，温和地说：“老菩萨，你看这茶叶，加了热水，它就一直翻滚。你的操烦就像这翻滚的茶叶，你以为是有一个你在替儿孙担忧，其实那只是你过去几十年来习惯了照顾人，习惯了把责任往身上揽的习气，遇到事情自然产生的反应。热水一冲，茶叶就跟着转，境界一来，你的心就跟着乱。这里面没有一个固定的你在受苦，只有一股叫做操烦的惯性，还在不停地打转。你把儿孙的课题当成了自己的重量，这才是你觉得苦的原因啊！”听完老和尚的话，老信徒整个人愣住了，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原来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灵魂在搬家，只有一股不断延续的能量在生生不息地燃烧。前一世的结束就像火星落到了下一世的香头上，虽然换了一个身体，但那股燃烧的热能，那股业力的惯性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就是佛陀用极高明的智慧告诉我们的真相：不长也不断。不长是因为火每一秒都在变，所以没有永恒的灵魂；不断是因为火势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因果报应丝毫不差。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日常生活中那些让我们痛苦不堪的牵挂。我们之所以害怕失去，之所以对家人的态度斤斤计较，都是因为我们死死抓着那个虚幻的脚踏车，以为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我在受委屈。但其实，当你明白生命只是一场能量的流动，你就会发现，那些困住你的执着，瞬间就失去了着力点。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没有灵魂，只有能量的流动，那我们这辈子造的善恶到底是怎么存下来的？为什么换了个身体，连记忆都没了？老天爷还能精准地把报应算在我们头上？这背后的运作机制，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密，还要不可思议。既然我都换了一个身体，连上辈子叫什么名字，住哪里都忘得一干二净，那前世造的孽，凭什么要这辈子的我来还？这就像是一个人在睡觉时犯了错，醒来什么都不记得，却被抓去关，这不是很冤枉吗？为了把这个道理说透，我们来想一想，家里长辈过年过节常做的拿手菜梅干扣肉，你知道梅干菜是怎么来的吗？一开始它是菜市场里翠绿饱满的芥菜，买回家后经过盐巴揉搓，放进瓮里发酵，它变成了酸菜，接着再拿出去给太阳晒，风干水分，最后才变成了黑黑皱皱、香气扑鼻的梅干菜。你仔细想想，翠绿的芥菜跟黑黑皱皱的梅干菜长得还有一点点像吗？完全不一样了。如果有人说梅干菜就是当初那颗芥菜，这句话不对，因为外表跟味道全变了。但如果有人说梅干菜跟当初那颗芥菜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更荒谬，因为没有当初那颗芥菜，哪来的梅干菜？我们在轮回里的流转，就像这个腌菜的过程。前辈子的你，就像那颗新鲜的芥菜，这辈子的你可能已经变成了梅干菜，虽然外表、身份、记忆全都不一样了，但是你在前辈子加进去的盐巴，也就是你做过的好事、坏事，你发过的脾气，你动过的慈悲心，那些味道的底子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我们再来仔细想想腌菜的这个过程，有时候天气不好，遇到连续几天的梅雨，如果没有照顾好，瓮里的菜可能就会发霉坏掉。这跟我们的心念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们每天遇到的人事物，就像是外面的天气，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
就像是揉进芥菜里的盐巴。如果你每天都是用抱怨、不甘心、看什么都不顺眼的态度在过日子，逢人就说自己命苦，媳妇不孝顺，邻居难相处，这就像是把发霉的心情硬生生地塞进瓮里封起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些苦涩的味道就在你的生命里慢慢发酵。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年纪越大，面相越是愁苦，说出来的话总是像长了刺一样，到哪里都跟人起冲突。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天生就坏，而是因为他们心里的那个瓮，几十年来都在发酵着苦涩跟怨恨的种子。相反的，如果你是用包容、感恩的心情去揉捏生活的点滴，就算遇到风雨，最后酿出来的滋味也是甘甜醇厚的。这股味道的底子，佛经里有一个很深奥的名词，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这个云端资料库，其实就像这个老陶瓮，你放进去什么，时间到了，它就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什么味道。如果你觉得这4个字太难懂，没关系，我们用大家现在天天都在用的东西来比喻。现在不管年纪多大，大家几乎都会用智慧型手机了，对吧？你想想，如果今天你的手机不小心摔坏了，荧幕黑了，不能开机了，这就像是我们这一辈子的肉身坏了，寿终正寝了。于是你买了一只全新的手机，这就像是你投胎换了一个全新的身体，新手机干干净净的，什么资料都没有。可是只要你一连上网络，登入你的云端账号，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你以前拍的照片，你存的联络电话，你常用的软体，甚至你加的那些亲友群组，全部都会1秒钟下载到这只新手机里。你的新手机长得跟旧手机完全不一样，但它里面装的资料和运作的习惯却跟以前一模一样。佛法说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生命里的那个云端资料库。它不是一个有形状的灵魂，它只是一个巨大的储存空间。你这辈子起过的每一个念头，做过的每一件事，就像是拍下了一张照片，立刻就被上传到这个云端里。佛家把这些资料叫做业力种子。当我们生命结束时，肉体这个机器报废了，大脑里的记忆也跟着消失了。但是储存在云端里的业力种子却永远不会当机，不会不见。等到因缘成熟，你拥有了下一个身体，这些种子就会跟着下载下来，继续影响你新的人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小婴儿一生下来脾气就特别大，很难安抚。有些人天生就对画画、对音乐有天分，有些人明明没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却天生怕水、怕高。这不是因为老天爷偏心，也不是因为有一个鬼魂附身，而是因为他们云端里的资料库早就存满了过去生生世世的习惯和记忆。轮回从来就不是带着记忆去搬家，而是带着习惯去重灌。所以就算你不记得前世，你的业力也绝对不会找错人，因为那些密码、那些资料本来就是你自己亲手一点一滴存进去的。当你明白了这云端的秘密，你就会突然惊醒，原来老天爷并没有拿着一本簿子在记你的善恶，真正记录这一切的是你自己的心。既然明白了一切都是自己存进去的资料，那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控制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生气伤身，却还是常常控制不住自己，为了家里同样的事情反复吵架？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家里的客厅，去解开那个让我们痛苦不堪的死结。既然明白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储存业力种子的云端资料库，那你可能会问，这些种子
平常到底躲在哪里，又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的？其实，你不需要去深山里寻找答案，答案就藏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家里，藏在客厅的沙发上，藏在厨房的炉火旁。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无奈的现象？在我们大半辈子的人生里，很多烦恼就像是设定好的闹钟一样，时间一到就会准时响起。比如，你明明在心里告诉自己无数次，孩子都成家立业了，不要再去管他们怎么教孙子，不要再碎碎念了。可是，一回到家，看到媳妇给孙子穿得太少，或者看到儿子下班就躺在沙发上滑手机，你心里的那股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话就不自觉地冲出了口。接着就是一场熟悉的冷战。又或者你跟另一半几十年来总是因为同一件小事吵架，可能是牙膏怎么挤，可能是袜子乱丢，也可能是一句无心的玩笑话。每次吵完，两个人都觉得很累，心想下次绝对不吵了。可是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境，就像中了邪一样，又把过去几十年的旧账全部翻出来吵一遍。就像吃完晚饭，大家坐在客厅看8点档连续剧，电视上演着婆媳吵架的戏码。你坐在沙发上看着看着，心里突然觉得一阵闷，一股无名火就冒了上来。你转头就开始对旁边的牵手抱怨，甚至把20-30年前对方做错的一件小事又翻出来念了一顿。你想想，电视里的剧情不过是假的光影和声音，根本不关你的事。但为什么你会生气？因为那些画面和台词精准地踩中了你心里那道深深的车辙印。你当下感受到的愤怒，其实根本不是因为电视节目，甚至也不是因为坐在旁边的那个人，那只是你几十年前受过的一次委屈，一颗早就埋在云端里的业力种子，突然在今天的客厅里发芽了而已。我们总以为是对方脾气太坏，是孩子不懂事，是生活太折磨人。但在佛法看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却又极其精准的现象。佛家有一个很深刻的名词，叫做等流果。什么叫做等流果？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平等流出来的果报。它指的不是你做了一件坏事，出门就被车撞这种戏剧化的惩罚，它指的是一种更深层、更难以察觉的性格定型与习惯重复。我们常听老人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改不掉的本性，其实就是我们生生世世累积在云端资料库里的习气。你可以把这些习气想象成乡下泥土路上的车辙印。当一台笨重的牛车第一次走过泥地时，会压出一道浅浅的痕迹。如果它每天都走同一条路，这道轮胎印就会被压得越来越深。到最后，只要车子一开到这条路上，轮子就会咔啦一声，自动卡进那个深深的沟槽里。你想转弯都转不出来，只能顺着旧路一直往前走。我们大脑里的回路，我们的情绪反应，就是这道深深的车辙。当一个生气的念头跑出来，你没有察觉，而是顺着它去发脾气，去骂人，去摔东西。这时候，那个叫做愤怒的业力种子，就在你的阿赖耶识里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痕迹。等到下一次，只要有人轻轻碰一下那个开关，甚至只是一个眼神，你的情绪轮胎就会瞬间卡进愤怒的沟槽里，自动开启飙骂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改变命运会这么困难，因为你对抗的从来都不是外面的人，而是你自己潜意识里那股深不见底的惯性。我们常常以为轮回是等我们眼睛闭上，两腿一伸之后才要去面对的事。错了，佛陀告诉我们，轮回不在死后，轮回就在当下。
就在你每一次起心动念的瞬间，当你因为别人的闲言闲语气得整晚睡不着觉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轮回到了痛苦的地狱道。当你看到别人赚大钱买大房子，心里嫉妒的发酸，抱怨老天不公平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轮回到了永远吃不饱的恶鬼道。当你为了面子跟家人争个你死我活，非要证明自己才是对的，你的心就已经掉进了充满斗争的阿修罗道。每天我们就在家里的客厅、厨房、卧室里不自觉地经历着无数次的微小轮回。我们就像是坐在命运的自动驾驶车上，任由过去累积的习气带着我们驶向一次又一次的争吵与懊悔。那个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受委屈的我，不过是这股强大的惯性能量在生活中投射出来的一个幻象罢了。理解了这一点，你会突然感到一阵心惊，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不觉醒，如果你不去踩下那个刹车，你的未来永远都只是过去的重复。就算你跑去庙里点再多的光明灯，烧再多的香，只要你心里的那条沟槽没有填平，同样的痛苦就会像幽灵一样生生世世跟着你。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既然这股业力的自动导航这么强大，身为凡夫俗子的我们，难道只能任由它摆布，继续在这个充满烦恼的泥沼里打滚吗？当然不是。佛法之所以被称为离苦得乐的解药，就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套能够彻底改写命运程式的实用工具。接下来我们不用谈高深莫测的理论，我们就来谈谈你今天看完这段影片，立刻就能在家里做到的3个微小修行。只要你能开始做，命运的齿轮就会在这一刻开始逆转。既然我们知道了轮回不是死后的事，而是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的坏习惯与老脾气，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把这台冲向悬崖的自动驾驶车给停下来呢？其实佛法讲的修行，不是要你抛家弃子跑去深山里吃斋念佛，也不是要你每天坐在蒲团上好几个小时不动。真正的道场就在你的家里，真正的修行就在你每天的柴米油盐待人接物当中。要在无我的轮回中拿回人生的主控权，不再像一片被业力吹着跑的落叶。我们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练习3个非常微小却非常有力量的行动。第一个微修行，开口骂人前的1秒钟深呼吸。我们常说自己修养不够，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觉察力太弱了。当你看到老伴又把袜子乱丢，或者看到孩子对你不礼貌的时候，你的胸口是不是会立刻涌起一股热气？在那 0.1 秒里，你的大脑甚至还没思考，嘴巴就已经把最伤人的话给飙出去了。这就是业力种子在瞬间爆发。想要改变命运，你必须学会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强行塞进一段空白。下一次，当你感觉到那股火气冲上来，想要开口骂人的时候，请你试着做一件事，闭上嘴巴，在心里深呼吸一次，只停顿1秒钟就好。在这1秒钟里，你不要去想对错，你只要像一个旁观者一样，在心里对自己说：啊，你看，我那个爱生气的老毛病又跑出来了。当你能够看着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在把那个虚假的我给剥离出来了。你没有顺着那条旧的车辙印走下去，你刹车了。不要小看这短短的1秒钟，这1秒的留白就是你截断几十年轮回链条的伟大开始。第二个微修行，睡前3分钟的善念回向。既然我们每天都在往心里的云端资料库存东西，那我们为什么不多存一点好东西进去呢？很多长辈到了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想的全都是白天受的委屈，
孩子的烦恼，或者是对身体老化的担忧，你带着这些焦虑入睡，就是在你的阿赖耶识里种下满满的负能量种子。从今天开始，我们换个方式，每天晚上睡觉前，只要花3分钟就好，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在脑海里回想今天发生的3件好事，哪怕只是今天去菜市场买到了很新鲜的青菜，或者是今天过马路时有人对你微笑了一下，都可以。想完之后，在心里默默地念一段话：愿我今天所感受到的一点点平静与快乐，都能分享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甚至愿那些曾经伤害过我、让我不开心的人，也能远离痛苦，得到安宁。这个动作在佛法里叫做回向，你可别以为这只是在自我安慰。当你打从心底生出感恩与祝福的念头时，你就是在不断覆盖云端资料库里那些自私、抱怨的旧档案。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的面相变柔和了，身边的人也变得好相处了。大家会说你运气变好了，其实那只是因为你心里的能量流动已经从一滩发臭的死水变成了一道清澈的小溪。第3个微修行，撕下心里的负面标签。年纪渐渐大了之后，我们很容易给自己贴上各种标签。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老了，没用了，我身体就是一把老骨头，全是病，我这辈子就是劳碌命了，没救了。每一次你这样说自己，你就是在强化那个虚假的我，你就是在亲手把那个痛苦的轮胎硬压得更深。请你回想一下前面说过的佛理，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实体，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你。既然没有一个固定的你，那你凭什么说自己没用了？凭什么说自己注定是劳碌命？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当你发现自己又在唉声叹气，觉得自己老了的时候，请在心里大声地告诉自己，那只是一个念头，那不是真正的我。你不需要被过去的错误定义，不需要被年纪的数字绑架，更不需要被别人的眼光给束缚，因为你的生命就像那一炷香的火光，每一秒都是全新的，每一秒都拥有重新选择的权利。不要再去求神问卜，寻找那个虚无缥缈的转运方法了。真正的转运就是转化你当下的念头。当你把这3个微小的行动融入到每天的生活中，你会慢慢发现，处理家里的人际关系，你变得更柔软了；面对身体的病痛，你变得更豁达了。因为你终于懂了，生活不过是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演出。既然根本没有一个需要你死死守护的灵魂，没有一个怕吃亏的我，那你还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呢？在这场探索生命真相的旅程里，我们从庙口的脚踏车聊到了腌菜瓮里的梅干菜。现在，请你先放下手边的事情，轻轻闭上眼睛，试着感受一下那个正在听这段话、正在思考的自己。你发现了吗？那个你大半辈子都在拼命保护，怕他吃亏，怕他生病，怕他老去的我，其实就像你指尖抓着的微风，你握得越紧，它越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我们听到佛陀说无我，说没有灵魂的时候，很多人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害怕，觉得如果连我都没有了，那人生还有什么指望？这辈子辛苦把孩子拉拔长大，到头来不就成了一场空吗？其实恰恰相反，佛陀告诉我们无我，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感到绝望或是虚无，而是要送给我们一份这世间最奢侈、最珍贵的礼物，那就是彻底的自由。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永远不会变的灵魂，那才是最可怕的事。因为那就代表我们成了一个
永远无法逃脱的囚犯，永远被困在那个叫做我的脾气、我的命运的狭小空间里，生生世世受苦。正是因为没有那个固定不变的核心，我们才像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虽然你不再是昨天的你，虽然等到哪天姻缘尽了，你无法带走今生的名字，也无法带走这具老去的皮囊，但是你今天对家人付出的一抹微笑，你在心里放下的每一个牵挂，那份生命的暖意，那份觉醒的智慧，却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刻缺席过。轮回不再是老天爷对我们的惩罚，而是一场由你自己亲手打造的走向觉醒的伟大旅程。当你下一次看着镜子里自己渐渐斑白的头发，或者在深夜里感到孤单，觉得没人懂你的时候，请你想起老和尚说的那炷香。你不是那个快要坏掉的脚踏车零件，你不是那个孤独承受痛苦的灵魂，你是那一整场不间断的火光，是那股生生不息、穿透时间的温暖力量。此刻，那个困扰了我们几千年的大灾问，终于有了答案。轮回里没有一个受苦的主角，有的只是不断的觉醒。那么，在这场没有尽头的生命之流里，在我们呼吸的这一秒与下一秒之间，你打算为自己、为家人种下什么样的种子？你打算让你的这道火光照亮什么样的未来？如果你在今天的分享中感受到了一丝丝心头的震动，觉得有一股暖流流过全身，那或许就是你心底那个从来没有生灭过的清净本性正在向你打招呼。在影片结束的这一刻，我诚挚地邀请你在留言区写下法喜充满4个字，或是为你最牵挂的家人、朋友留下几句祈福的善言。当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善念，这个留言区就会凝聚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让这份温暖回向给所有需要力量的人。也请记得把这段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些同样在生活里感到迷茫、心里有解不开的结的朋友。或许你的一次分享就是帮他们打破痛苦轮回的关键契机。生命是一场不需要观众的舞蹈，而那个你一直以为存在的我，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舞池，因为你就是舞蹈本身。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这段话在你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平静的种子，非常欢迎你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一起在充满烟火气的日常中寻找心灵的解药与智慧。愿您日日平安，时时自在。阿弥陀佛。